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难看，不够看。杨紫、程毅、沉香如屑口碑为何两极分化？20日晚，在几乎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，多次传闻播出的古装仙侠剧《沉香如屑》突然在优酷开播，一口气就更新了5集。大 IP 主演又是杨紫和程毅这样的人气演员，《沉香如屑》播出后，很快在网络引起了不小的热度。《沉香如屑》开播也冲上微博热搜，在优酷站内，其热度也仅次于刚刚收官的《幸福到万家》。从播出的内容来看，《沉香如屑》属于比较典型的网文改编剧集，男女主走的是虐恋路线，人设上一个外冷内热，一个单纯善良天资聪慧，同样有几世轮回的纠葛。从观众口碑来看，这部电视剧出现了口碑两极分化的局面，喜欢的是真喜欢，高呼不够看；不喜欢的则是对特效、故事批得体无完肤，恨不得打负分。究其原因，倒也不难解释。网文改编的仙侠剧，其人设、故事内容都存在套路和重复的问题。仙侠玄幻故事曾经的一招鲜，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挑剔的观众，而喜欢的观众也是真心喜欢。剧中养眼的主角和呈现的爱情，迎合了不少观众，特别是女观众对爱情的美好憧憬，希望从影视作品中体验到被宠爱的美好。对于喜欢《沉香如屑》的观众来说，可能就把这部剧看作一部快餐式的剧集，乘地铁、上厕所、无聊时拿出来刷一刷，打发无聊的时光。毕竟仙侠剧所打造的虚拟时空，正好暗合了不少人离开现实，沉浸于快意恩仇中获得心理慰藉的诉求。剧中人物的爱情、生活也有爽感，能让人暂时放松。看个剧我就是图一乐，管它什么特效、服化道。微博上一位网友的留言可能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。平心而论，从《沉香如屑》播出的内容来看，这是一部建立在标准之上的仙侠剧。杨紫和程毅的演技在年轻演员中算是中上水平，并未有演技拉垮的问题出现。剧中的服化道、特效也是在标准之上，说不上多出彩，但也说不上多廉价五毛。不过，这种标准就是建立在过去大多仙侠剧都是这样的基础上，花千骨三生三世，香蜜流离，千古绝尘。大量的仙侠剧都是这样的风格，仙女大多都是白衣飘飘，清新飘逸。帝君、神仙则是头戴银冠，一袭素袍，有些清冷。造型上不出错，但也不出彩，就容易让观众审美疲劳。沉香如屑根据苏沫小说《沉香如屑》改编，故事上和其他仙侠剧并没有太多创新之处。严旦本是上古彝族4叶汉旦，自古全身都是医药至宝。由于提前100年与他双生姊妹芷溪在王母盛宴上化形成人，这便遇到了生平最大的劫情劫。本想用半颗心换应渊君的真情，却不料要用风华正茂的800年来忘却他。两人的相识是从互相看不顺眼开始，后期又是几世轮回的纠葛，这样的设定也难免不新鲜。剧集一开篇就走的是传统仙侠剧的虐恋路线，杨紫饰演的严旦满面泪痕，从天刑台一跃而下，而程毅饰演的应渊只给了一个背影，一直到严旦跳下天刑台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回头看过一眼。镜头一转，则开始讲述500年前的故事，从严旦幻化人形开始讲起，两人就产生了纠葛。严旦是应渊所救，其名字也是他所举。应渊是仙界的帝君，外冷内热，守护天界和平，武力值超群，人长得又帅，为仙界所有女性所崇拜。严旦天资聪颖，却不学无术，每天就想着各种投机取巧。严旦的人设还有些像小燕子，
喜欢乱用成语。这样的人设对于杨紫来说简直是手到擒来，毕竟她过去大多数角色都是这样，可爱、善良、天资聪慧，却有些迷迷糊糊。童星出身的杨紫确实是一个好演员，但这些年杨紫确实陷入了角色过于重复的问题。不管是让她大火的香蜜，还是亲爱的热爱的余生欢乐颂，角色都有一定相似。说好听点是活泼灵动，说难听是咋咋呼呼，演技固化，形象固化，没有太多突破。话说杨紫正在拍摄的新剧《长相思》也是一部古装仙侠剧，真心想问杨紫，还要在神仙打架、虐恋的圈子里待多久？